日本三菱呢，最近要来退出中国市场哦，是中国市场不好啦哦，不是我三菱不好，讲白了当然就是没有赚钱啦。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呢，正在缓慢的减少跟萎缩。电动车去年卖掉536万，没有一辆是三菱的，代表一件事情，被市场淘汰。如果从技术面还有市场面来，卖不动了，不改型换代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涨掉。中国车企是来势汹汹啊，成长非常快速，反而合资企业已经相对是不行。它为什么会垮掉？资不抵债。台湾官媒啊，就是央广，他说中国经济环境不稳定，房地产债务加剧哦，工厂大量关闭，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出口消费呈现疲软，外资对华投资衰退啊。那台湾也危险啊，中国经济不好，台湾更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日本三菱呢，最近要来退出这个中国市场啊，讲白了当然就是没有赚钱啊。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代表性的意义啊。整个日本不只是三菱的问题啊，而是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呢，正在缓慢的减少跟萎缩。当然比上像是韩国这样子大规模的萎缩30几%哈，那个没有到这么严重啊。整体来讲呢，这个日本三菱哦，从以前啊，像是这个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啊，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啊，所谓的合资企业嘛，合资年限是30年啊。一开始像这个 SUV 啊，都还是有广大的市场跟基础，所以销量都一直蛮稳步的上升的。然后到了16年的时候，还推出了当时受中国市场欢迎的欧蓝德的车款，那就接下来2年都卖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在2017年卖了10万，达到11万辆，2018年真的卖了14万辆哦，可以说是当时非常受到这个注意到的一个品牌了哦。可是到了19年之后呢，就不断的往下掉，惨的是呢，今年第一季度啊，好像腰斩一样，剩3969辆，跌幅直接到了58%，整个这个销售的状况非常不好啊。那今年3月的时候，广汽三菱位于长沙的工厂就已经停产了啊。那原本这个工厂世界年产能是20万辆啊，结果2022年只有3万辆，所以产能利用率只有20%不到，三菱就决定要退市了。现在的状况其实三菱退出中国的市场啊，代表一件事情，整个外资的相关的这种合资的，包括车厂啊、企业啊，尤其像日系的，相对来说中国车企是来势汹汹啊，成长得非常快速，反而合资企业已经相对是不行。那我们也知道，因为以前投资的限制啊，所以基本上在中国的这些车企都必须是合资的企业。现在就变成它为什么会垮掉？它最后的这个是因为它的资不抵债了。到今年的第一季哈，广汽三菱嘛，它这个是合资，然后哈在中国生产。三菱从日本车销到中国大陆中型卡车用50年，它这个过去进中国是合资生产，也有差不多13年，那就黯然收场了。它最后的资产是为什么？它非倒不可，总资产41.98亿人民币，可是总负债是56.13人民币。它手上重组的话，它很多厂就由广汽哈其他的集团接收了，广汽三菱这个品牌就没有了啊。有人就在讲说，这个什么7月生效反间谍法，外资哈很难生存，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啊这些外资哈觉得这个受威胁，显然不是这些问题嘛。是，就从技术面还有市场面来讲的话，基本上它的产品已经落伍了。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在去年来讲，电动车已经占总销售的20%，三菱在电动车里面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产品出来，所以呢，事实上电动车已经去年卖掉536万，全国新车品牌这里面没有一辆是三菱的，对，而且它也没有在这方面在做准备，这个就变成它的另外一个，它也有中国大陆也有叫油电混合车。对，这跟 hybrid 不太一样。中国的油电混合车跟日本的那个 Buick 那个 Toyota 是不一样。它平常是用电，它是电油车，我们是油电车。电油车，它那个油的内燃机是帮那个车上的电瓶充电用的，有油来帮忙补电，油来帮忙补电。所以这个中国的油电车跟日本那个车不一样，三菱也没有。然后三菱基本上就是传统燃油车，然后一车卖到底。即使在传统燃油车里面过去这些车子名牌车不要讲，像三菱这种车它也1年小改，3年大改，5年要换代，对不对？所以你的车子要新嘛，这一种模式事实上就是日本车的模式，对。可是呢，以现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市场的话，这种模式事实上会败下阵来。你不但每年要改，小改、中改、大改，可能你每年、2年、3年你就要换代。三菱给人家感觉是保守，没有新车出来。
那这不符合中国市场的特性啊，所以它有第一个永远都卖它那个燃油车，第二个呢改款换代又非常的慢，当然最慢的是 Tesla 了。另外它同行比较卖的比较好的车在中国大陆，譬如说别的车厂国产车厂 Ion V 跟它原来的这个Atuka， 这个是日本的这个30的非常的相近，那可是呢改款，然后呢性能性价比又比它高，所以就造成 Mitsubishi 就一蹶不振。那说穿了结论是怎么样的？被市场淘汰。那再怎么讲的话，你同样一个东西在市场上卖不动了，你也不改型换代的话，你不推动新者跟着市场或者引领市场化，你最后的结果就怎么样？那么日系车去年在全中国大陆的平均销售下跌是 10.3%，这还小事，跌得最凶的是韩系车，去年在中国大陆的下跌是 34.7%，暴跌。然后整个日系车在中国大陆的市占份额跌破 20%， 这一个趋势的话就在宣告，不管是韩系跟日系车在中国的时代，如果它没有一个起死回生的一种策略跟新产品的话，大概就宣告终结。其实这很有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这个，就其实讲吧，还是官媒就央广央广呢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为什么30呢的困境当然他也是提到电动车研发太缓慢那日本的车企日产，像不只是民族必须Nissan就日产Toyota 都出现了下滑的现象，这是个普遍现象还有一个原因什么？中国经济环境不稳定。原本呢清零抗疫的政策结束后，中国经济要迅速恢复，但实际上大相径庭中国经济数据大幅下滑，房地产债务加剧工厂大量关闭，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出口消费均呈现疲软，而且中国跟已开发国家关系恶劣所以呢北京当局加强国家安全的关注对政治环境对经济环境的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也是明显呈现出什么？就是外资对华的投资的衰退那他提了一个数据说，今年第2季度呢，外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降了49亿就只有49亿美金年减87%是1998年来最大的降幅那也就是说呢中国现在这个是外资撤资的状况，所以30呢其实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中国市场不好啦不是我30不好，这是台湾典型的台湾现在不管是民进党政府或者是这个绿营智库的一个视角那台湾也危险了中国经济不好，台湾更惨。中国经济不好，台湾43%的市场是中国市场中国经济把它唱得那么衰，那自己准备吧，自己准备。台湾的经济怎么样呢？第三季还是衰退吧，连衰了3季啦。那个 IMF 已经给他 5% 啦，第3季是 4.1 嘛，好像看数字啦，我觉得这种东西看数字。不过从汽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你看中国汽车总量比较准对了，你就看到汽车市场中国总量在增加，就买车的总量在增加，只是说我看上一次讲中国今年要生产4000万辆汽车，对不对？那里面比如说现在是中国市场刚刚讲多少300多万是电动车嘛，电动车300占全国新车销售量 20%， 536万只占中国536万，只在中国40%销售，所以中国的整个的销售量乘以5嘛，对不对？2500万辆。中国每个月的汽车销量，台湾人大概很难想象了那至少呢这个至少是200多万辆对啊，那中国的总汽车的购买量跟制造量是在上升的，如果是上升的话，那30的它的销售量下退的话，也就是它在这个市场上被消费者给淘汰掉了嘛，对它总经济的这个产业的这个的荣枯来讲，是没有关系的，对，如果今天30对不对？它今天中国汽车市场整个少销10%，日本衰10%，那算正常是对啊。中国是总市场的整个的量在往上增，你日本的占中国市场的总还继续往下降，
那就是你这个车在这个中国市场上的不被消费者所喜爱了嘛？因为我们知道汽车事实上是工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环，火车头，对，火车头啊，工业火车，而且它可以养很多人，然后它的上下游产业很长，对，然后它的这个比亚迪现在已经有70万人了，是非常惊人，它很能养人啊哈。对，车企赚不赚钱是一件事，对，但是车企很能养人，这是真的啊。对。那我们看到了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1到6月，中国也是世界上出口最多车辆的国家哈。这还没有包含就是说中国所生产的车辆超越日本了。对，好，就第一个超越日德嘛，去年就超越德国，今年超越日本。那日本但在这个就在这个时间点，反正日本在中国市场在衰退。那中国的出口在上升。那你觉得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很具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意涵？就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中国汽车的竞争力已经超越日本的汽车的竞争力了嘛？那原因很多，就日本在新能源汽车上他犯了错误啊。日本是搞油电混合，是，结果 Toyota 老板因为这次下台啊，他现在回过头来都发觉要纯电车，对 VC 啊，对他发觉这才是正确的。他搞了这么多年，去搞一个非常复杂的油电混合车。发觉人家根本说，我搞那么复杂干嘛？我直接用电的啦，开起来也没有怎么样。然后整个的有关的这个智能座舱、智能驾驶部分，日本根本很落后的。对，你今天有一些日本的，比如 Toyota 的那高级车，我去看呐，我觉得它的感觉跟10年前给我的感觉没有什么差别啊。对，它没有升级，就是说超越有那种换代的感觉，没有啊。那中国大陆车就给你超越换代啊，它都有新的东西啊，比如说比亚迪的那个仰望 U8， 对，它可以原地360度转弯，哪一个车做得到？它还可以还可以行驶在水中行驶半个小时啊！你想到它都做到了，因为它没有排气管，对啊，它只要气密做好，你想到都做到啊！他们大陆车每天都在想这些东西啊，你日本车还在造以前那个东西啊，没有那个了，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竞争力不足了嘛，市场上基本上是很现实的，那个消费者眼睛是雪亮的，他不买你日本车啦，买中国车啦。对，今年比亚迪在日本要开售它的零售据点，要开到100间了。对，现在已经20几间了，所以现在等于是在反攻日本市场，反攻日本市场，日本市场。我想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变换了哈，那这非常让人觉得很有趣啊。